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恋爱的时候，我觉得李明他妈人还不错，知书达理，说话也总是轻言细语的。订婚前谈彩礼时，他主动把当地18万的彩礼提到了26万。他笑眯眯地说：“我就明这一个儿子，反正早晚都是给他的。现在多给佳佳些彩礼，让他傍身也是一样的。”我爸妈说婆婆实在能处，婆婆大方，他们也毫不含糊，直接给我陪嫁了一套价值100万的电梯房。婚礼上，婆婆笑成了一朵花。父母发言那一环节，她当着在场所有亲朋好友的面，夸我温柔懂事，夸我爸妈开明豁达。大家都说这是场十全十美的好姻缘。可婚宴才刚刚散去，她就给我来这么一出，我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。不过只是愣了1秒钟，我就马上反应过来。我抱着婆婆，让她尽管放心，还冲一旁喜滋滋看着我们上演婆媳情深的老公李明娇嗔地道：“听见妈的话了吧？做错了，可要打屁屁哦！”怀里的婆婆身子明显就是一僵，李明却哈哈大笑，刮了一下我鼻子：“坏东西，逗我玩呢！”见她似乎并没有把婆婆的话放在心上，我这才暗自松了口气。我早就通过身边人的经历得出一个结论：婆媳矛盾的本质就是夫妻矛盾。丈夫的作用发挥得好，家和万事兴。如果丈夫只知道和稀泥，屁事不管，那这个家100%鸡飞狗跳，不是婆婆受委屈，就是媳妇受委屈。有婆婆这种口是心非的为人处事风格在前，连带着我对李明的信心都开始动摇了，只能边走边看了。如果他跟他妈一个样，想拿我当老妈子使唤，那就趁早拜拜。不过看起来李明倒是没他妈那种恶臭思想。新婚第2日早上，我还睡得迷迷糊糊，忽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。李明开门一看，见是婆婆，马上就皱眉道：“妈，你也是过来人了？我昨天才结婚，你就不能让我睡个好觉吗？”婆婆亲昵地拍拍她的脸颊：“傻小子，妈懂，你快躺下去。”转头却盯着我温柔地道：“佳佳呀，都6点了，平常这个时候，我都起来给明去东关街口买老六家的豆腐脑了。赶紧起吧，实在不行，你上午再补个回笼觉。大早上时间那么紧，骑车往返半个钟头，就为了买碗豆腐脑，有病！谁爱去谁去。”我刚要对他，李明却挠头，忽然一拍大腿：“妈，多亏你提醒我了。”说完，蹲在床边，轻轻捏我的鼻子，宠溺地道：“小懒猪，我跟你说，东关街口老六家的豆腐脑可是一绝，你一定喜欢。老公这就给你买去，好不好呀？”我心头刚窜起来的火苗瞬间就被浇灭了。我撒娇道：“人家还想再睡会儿呢。”好说。李明站起来问婆婆：“妈，家里的保温桶呢？赶紧给我找出来洗干净。”我洗漱完就开车去。婆婆目瞪口呆，过了好几秒钟，才眨巴着眼道：“还是让佳佳去吧，她也该熟悉一下附近的环境，别回头买瓶酱油都找不着地方。”我做事要起床，李明一把将我按下去：“傻瓜，现在就没有花钱解决不了的事，快睡吧，有保温桶呢，你睡到几点都不是问题。老公聪明吧？”我连忙夸奖：“我老公天下第一帅，天下第一大聪明。”李明屁颠出了卧室。婆婆没好气地道：“徐佳，你昨晚答应我的呢，放空炮了。人说话可得算话呀。”李明忽然露出半个脑袋：“妈，你年纪大了绝少，也得体谅年轻人呀。快，别墨迹了，赶紧给我找保温桶去。”婆婆不甘心，还想做垂死挣扎。佳佳也该熟悉一下家里的布置了，
别回头啥也找不见。李明嗤笑一声，就咱这80平米的房子，再说了，不是还有您吗？婆婆瞥了我一眼，不情不愿地出去了。临了，也不知是故意的还是忘了，就给我大敞着卧室门。我赶紧提醒她：“妈，帮我带上门。”至此，我已睡意全无，但还是缩回被子里。一想到婆婆吃瘪的表情，就差点笑出声。老公，好样的！婚嫁第3天，我准备洗衣服，婆婆过来左看右看，从脏衣篓里翻出条男士内裤，2根手指头拎着，举到我面前，皮笑肉不笑地道：“佳佳，你妈看着也是个讲究人呀，就没教过你内衣内裤要分开洗？”我笑笑：“哦，是这样的，小时候我妈直接就替我洗了，后来家里条件好了，有保姆做这些，婆婆有些不自在，咱们就是普通人家，可请不起保姆。还有，作为一个女人，我觉得你有必要懂这些生活常识，既然你不懂，那就让我这个当婆婆的来教你吧。”说着，她拿出个脸盆，接了半盆温水，把手里的内裤浸湿了，打上肥皂就要搓洗，还用教导主任教育小学生的口气道：“看见了吧，得这样洗。”我赶紧喊停。婆婆一脸懵逼，见我跑回卧室，还以为我要用小本本记下来，正一脸欣慰呢，就见我拉着李明出来，顿时就笑不出来了。我抱着李明的胳膊摇啊摇：“老公，妈亲自教学，你可得好好学呀。”李明涨红了脸，一把从婆婆手里抢过脸盆：“妈，你干嘛呢？不用你洗。”婆婆马上接话：“对对对，妈也是老糊涂了，你现在有媳妇了，让佳佳帮你洗就行。佳佳，明明的内衣裤还有衬衣，必须得手洗，记住了吗？衬衣领子要用刷子刷5遍，内裤要打3遍肥皂，记住了吧？”我淡淡一笑：“记不住，太复杂了。要是嫌我洗得不干净，可以自己洗呀。还有，我的衣服以后都送洗衣店，您2位的自便。”李明看出我生气了，赶紧对婆婆道：“我自己又不是不会洗，以后别乱动我东西。”婆婆愣了半晌，忽然捂着脸哭了起来。我这就是典型的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呀！辛辛苦苦给你洗内裤，反倒还被你埋怨上了。李明有些不知所措：“妈，我也没说您啥呀，您哭啥？让人家看见，还以为我欺负您了呢。”婆婆咬着嘴唇，盯着我愤恨地道：“人家都说有了媳妇忘了娘，我还不信，现在才知道，老话说的没错。明明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从来没有跟妈妈这样说过话，你这才结婚几天，就成天对妈妈总是指责我，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。可咱们母子不是一直这样相处的吗？为什么她来了没几天就都变了？”李明烦躁地挠着头，憋了半天，才憋出来一句：“妈，我已经成家立业，是个成年人了，能照顾好自己，您就不用瞎操心了。”婆婆失望地看着她：“好好好，是我多事，好了吧？我破罐子破摔，彻底摆烂。”李明只好洗了半上午衣服，婆婆心疼得不得了，一会儿跑出来看一次，还不停唉声叹气：“本指望给你娶个媳妇照顾你，谁知道是这样啊！”我在卧室听得只想骂娘，她娶个媳妇是为了照顾她，那我嫁个老公又是图什么呢？晚上睡觉前，李明苦恼地道：“佳佳，你说我妈这是咋了？她以前不是这样的呀。”我心说，你妈本想给我个下马威，没想到第一次出手就让你个混小子给搅了局。可我不能这样说，我皱皱眉，叹了口气：“这些年她一个人抚养你长大，是不是我忽然嫁进来，她觉得我夺走了你对她的关注呢？”李明若有所思：“有道理，不如我让她去我姨家住一阵子吧。
她们老姐妹在一起，肯定有话说。第二天早饭时，她就向婆婆提起这个建议。婆婆许久都不说话，再开口却是看着我：“佳佳，是不是我爱你眼了？莫名其妙。”我看李明，李明耐心解释一番。婆婆冷哼一声：“你们真是这样想的。”见李明皱起眉头，才讪讪地道：“好了好了，正好我也想你姨了，反正退休了没事做，去看看她也好。”又扭头吩咐我：“佳佳，你眼光好，就麻烦你帮我看看给你姨他们带啥礼物吧。”我答应得很痛快，不就是想让我花钱跑腿吗？没问题。当天下午，我就拉着李明和婆婆去了商场。婆婆找借口死活不想去，李明用我劝她的话劝她：“妈，我觉得佳佳说的有道理，她喜欢的，我姨他们未必会喜欢，还是你更了解他们，一起去吧。既然花了钱，就一定要让人家满意嘛。”婆婆无奈，只好跟我们一起上了车。一路上，她都没说一句话。进了商场，我直接拉着她走到卖羊绒大衣的专柜前，让她亲自选、亲自试。选好了，我来付钱。她左挑右选，最后看上一件标价8000多的羊绒大衣，笑眯眯对我道：“就这件吧。”她一脸得意，似乎在向我示威，跟我斗：“你还嫩点。”李明已经被她提前打发去帮她姨父选礼物。很明显，这个钱当然是得我来付了。姐钱多，但姐不傻，买礼物是假，借机打压我才是真。就算8000多花了，她也不会领情。保不齐，她压根就不会告诉李明他姨，这是我花钱买的。我掏出手机，刚要扫码支付，假装忽然想起什么，跟婆婆要她手机。妈，把手机给我。婆婆警惕地抓紧手机，干啥？我卡里从来不放那么多钱，知道？不是让你付款，我只是想用您微信让我姨看看，她喜欢不？婆婆迟疑道：“没这个必要吧？这么贵，她会不喜欢？一看就不想让李明他姨知道这事。要不看看明明的意思。”说着，我就拨通李明电话。婆婆想阻止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我挂了电话，她埋怨道：“这点小事也要麻烦明明，你自己就没点主意？”我亲热地搂着她肩膀，轻声笑道：“妈，您不是告诉我要敬她吗？”婆婆哑口无言。旁边的服务员笑道：“阿姨，你女儿真孝顺呀。”婆婆讪笑着不吱声，我也懒得解释。没几分钟，李明回来了。一听一件衣服要8000多，他一把就扯过去还给服务员。我一整天干农活，哪有机会穿这么高档的衣服，简直就是浪费。妈，佳佳不了解我姨情况，您又不是不了解，怎么都不提醒她一下，就由着她乱花钱？怎么着，她的钱就不是钱呢？她还不知道，衣服是她妈亲自挑选的。婆婆急赤白脸道：“你现在跳出来了，刚才他带我进这里，你也看见了，你咋不吱声？”李明有些没面子，烦躁地道：“这里面也有便宜点的，我哪知道他会看上这么贵的？”我默默看着婆婆，婆婆一张老脸涨得通红，却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服务员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恍然大悟道：“闹半天是婆婆呀。”最后婆婆换了家电，挑了条丝巾送李明他姨，我另外选了一条，让她送李明他表嫂。李明竖起大拇指：“我媳妇大气，来，老公付钱，这么好的媳妇，俺哪舍得让她出力又出钱呢？”婆婆阴沉着脸一言不发。趁婆婆去卫生间，我担心地问：“老公，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妈好像不太开心啊。”李明亲了我一口：“她更年期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回头我说说她。”婆婆去乡下住了1个月才回来，一进家门就拉着李明左看右看：“儿子才1个月不见，
咋就瘦了这么多？是不是佳佳没好好给你做饭？”说着，责怪地瞥了我一眼。李明笑嘻嘻道：“妈，您懂什么？”佳佳说：“这叫健康饮食。”婆婆一愣，随即笑了：“好吧，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也不懂。不过，明明，我有个事要告诉你。你一家表妹要在城里实习，听说你们那套房子空着，想过去住，我答应她了。”我疼得站了起来：“你有什么权利拿我的房子去卖人情？”婆婆当下就黑了脸，但她并没有直接对我发作，而是看着李明道：“明明，她这是没拿你当一家人呐，都嫁过来1个多月了，还分得这么清？去你妈的！当着我的面就公然挑唆我们夫妻关系。”我下意识就想对她，就算嫁到你家一辈子，该是谁的，也还是谁的。不过话到嘴边，我忽然有些好奇李明的态度。房子是我的没错，事情却是婆婆挑起来的。李明的态度就很微妙了。对于我的婚前财产，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？我硬生生把话咽回肚子里，不动声色看着他。李明挠挠头：“妈，可那房子的确是佳佳爸妈给他买的呀。您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，就答应外人去住，的确是不合适，难怪他会跟你急。”婆婆瞪大眼睛：“外人？那可是你妹，咋就成外人了？儿子，你忘了，你们小时候还经常在一起玩。”我眯了眼，冷眼旁观。李明嬉皮笑脸道：“行行行，不是外人，是外妻，行了吧？再说了，小时候跟我玩过的人多了去了，难不成您都要请来家里住？”几句话噎得婆婆气都喘不匀了。片刻之后，她忽然指着我道：“那她岂不是占了大便宜了？白住着咱家房子，把着你的工资卡，还把你使唤得团团转，可她的东西却还是她自己的。”李明皱眉，明显有些不耐烦：“那您究竟想怎么样？”婆婆吭哧半天，欲言又止。我最烦人家指着我说话了。我轻轻按下她举起的胳膊，笑着提醒她：“妈，您忘了，当初我说我们婚后住我那边，是您不同意呀。您说明明又不是倒插门，怕他住我那边受气。如果您现在觉得吃亏了，我们马上就搬走，还不行？”婆婆似乎想起什么，板着脸道：“想都别想。还有，晶晶的事就这么定下来了。儿子，你要是想打你老妈的脸，想让我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，你就当个妻管严，啥都听她的吧。”一边说，一边抹着眼泪回了卧室。李明眉头紧皱，来回走了几圈，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我：“佳佳，好媳妇，你看现在弄成这样，我妈也是骑虎难下。要不你就看在我面子上，通融这一回，好不好？这不是道德绑架吗？如果我再不同意，那就是我不好说话，不通情理了。可事情已经闹到这一步，我就算同意，婆婆也不会领情，她依然会记恨我。当然，我也压根就不可能同意。而李明这里，这个口子一开，以后再有类似的事发生，是不是最终还得由我来买单？”我面上波澜不惊，脑子却转得飞快。李明一脸期待看着我，我拉过他的手，柔声道：“老公，妈的心情我理解，人嘛都爱面子。不过咱们是不是可以换个思路呢？”李明眼睛一亮：“好媳妇，快说。”听了我的分析，他马上眉开眼笑，揉揉我的脑袋：“还是我媳妇脑子灵光。那几天婆婆总是一副如鲠在喉的样子，不管走到哪里，我都觉得背上仿佛有道目光牢牢粘着，有探究，也有不甘。我神色自若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不就是让她外甥女许晶晶住到她这边，我跟她儿子住我那边吗？咋的？莫非我不白住她房子了，她反倒还不满意了？
我那套房子距离李明跟我的单位都不远，开车不到20分钟，每天的通勤时间大大减少，比婆婆那边方便多了。尤其是过起了真正的2人世界，再也不用担心周末会有人突然敲门催起床，每天吃什么东西，也不用再考虑合不合婆婆的胃口。李明都有些乐不思蜀了，他四仰八叉躺在柔软的大床上，故意嗲里嗲气道：“媳妇，我不想回我妈那边了，怎么办？”我在他脸上摸一把，笑：“我没意见，你把你妈搞定就行。你吃我豆腐。”李明一脸坏笑，一翻身把我压在身下，小日子美美的。婆婆却不放心，生怕我对她儿子照顾不周，每天晚上都要求视频通话，先是仔细观察他儿子瘦了没，接下来就开始隔着屏幕指导我，每天早中晚应该给李明吃什么喝什么。刚开始我只是随口敷衍几句，可他不懂见好就收的道理，反反复复地说，就招人烦了。我刚想对他，李明看出我不高兴，马上移开手机，告诉婆婆：“妈，您就不用瞎操心了。我们家我做饭来他洗碗，我洗衣来他拖地。”婆婆瞠目结舌，第2天一大早就拎着大包小包赶了过来。意外的是，还带着李明他表妹许晶晶。明明，快趁热吃，这是妈专门给你买的豆腐脑，还有这个烧饼，你最爱吃了。婆婆一边怪我说话不老实，一边挨个打开包装袋。李明挠挠头：“妈，您不用这么辛苦的。”婆婆一脸慈爱：“只要你喜欢，妈再辛苦都愿意。哎，除了妈妈，谁还会这么关心你呀？”说着，有意无意瞟了我一眼。我正跟许晶晶寒暄着，只无声地笑了一下。许晶晶看看婆婆，又看看我，一双眼睛滴溜溜乱转。李明嘟囔道：“每天吃山珍海味都会厌的吗？”婆婆顿时愣在当地，过了好半天才缓过来，眼里泪光盈盈。儿子，妈现在是干啥都不对呀，都怪我自己犯贱，大早上的拉着晶晶跑了老远，给你买爱吃的东西送过来，还要被你嫌弃。李明手足无措。我示意许晶晶去劝劝婆婆，这个时候我当然不会自己往枪口上撞了。说到底，她心里就是对我不满。许晶晶劝：“二姨，别哭了。”我哥也就是顺嘴一说，还疯狂给李明使眼色，暗示他给婆婆道歉。李明平时没什么脾气，可有时候就是特别认死理。比如此刻，他觉得自己说的都是实话，没什么错，坚决不肯低头。婆婆一气之下，带着许晶晶走了。我催李明开车送他们回去，只当给婆婆个台阶下。李明却道：“那是我亲妈，还能跟我记一辈子仇？放心吧，过2天就好了。”果然，第2天晚上，婆婆照旧打来视频电话。李明冲我晃晃手机，一脸嘚瑟。视频里，婆婆面色平静，上来就夸我的房子地段好，装修好，完全看不出来昨天才哭着摔门而去。想起许晶晶到处打量的目光，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。夸了一大通，婆婆忽然让李明把手机交给我，我越发不安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果然，她和颜悦色跟我说：“佳佳，你那边离晶晶实习单位近，她想搬过去跟你们一起住。”我这当姨的也不好拒绝，也不敢擅自替你做主，就来问问你的意思。我这人吧，一向吃软不吃硬，她不尊重我，我会拍案而起。可她这样好言好语跟我商量，我倒拉不下脸拒绝她了。但我心里其实特别反感别人到我家来住，况且许晶晶又不是没地方住，到亲戚家借住，要求还那么高。我考虑一下，说完，直接挂断电话。见我脸色不好，李明忙问：“媳妇，怎么了？
我苦恼地道：“你那个表妹非要来跟咱们一起住，还让你妈来找我商量，我也不好意思直接拒绝。烦人！”李明大笑：“就这点出息，来，听好了。”说着就拨通婆婆电话：“妈，听说晶晶想来跟我们一起住。”婆婆的声音从电话那边传来：“是呀，妈这回可没擅作主张啊。”隔着手机，我似乎都看见了她一脸的挑衅，我不由得皱眉。李明粗声粗气道：“妈，晶晶年纪小不懂事，您怎么也不懂事呢？”婆婆声音陡然提高：“你咋说话呢？”李明毫不客气：“别的我就不说了，我就一句话，您要是不想抱孙子，就让七大姑八大姨的轮流到我家来住吧。”婆婆惊喜交加：“啊，你们决定要孩子了？”我捅捅李明：“这不满嘴跑火车吗？到时候我从哪整个娃去？”看出我的疑虑，李明刮了一下我鼻子：“傻瓜，就算真要孩子，也不是今天说要，明天就能有的。问就是咱在备孕，怎么样？老公聪明吧？”我真心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赶紧下厨，整出2盘拿手好菜，献宝似的端到他面前。李明喜滋滋的，只尝了一口，便顶着个苦瓜脸哀求道：“好媳妇，求你了，以后别下厨了，行不？”婚后半年，我竟真的怀孕了。虽然孩子的到来纯属意外，可初为父母的我们依旧满心欢喜。婆婆更是第一时间宣布，我的孕期、月子她都包了。李明说：“媳妇，你放心，我妈平时虽然是贼多，关键时候还是靠得住的。其实我爸妈更想让我回家去，家里有保姆，我妈也方便照顾。不过婆婆既然都说出口了，我也不好拒绝她一片心意，只好同意她搬过来照顾我。”没想到许晶晶居然也跟来了。李明把婆婆拉到一边，悄悄问：“您带她来干嘛？又不是旅游度假。”“啊，不对，旅游去也没义务带她呀。”婆婆解释：“她一个小姑娘，自己一个人住，我不放心，万一有个啥事，我也没法跟你姨交代呀。”我忍不住问：“那您之前还让她一个人住这边？”婆婆一愣，随即笑眯眯道：“你们这小区又是门禁又是保安的，安全着哩，这不敬他娘胡扯吗？他之前都没来过，咋可能知道这么多？但自从有了宝宝，我实在是不想生气，也懒得再计较。既然人都来了，只好让他一起住下了。”李明安慰我：“媳妇，你千万不要为难，万一觉得他影响到你，就跟老公说，我出面解决。”我想着许晶晶再实习2个多月，也就结束实习了，便闷闷不乐，点点头，忍一忍，也就熬过去了吧。自从婆婆他们搬来后，婆婆每天又勤快又体贴，饭菜都是拣我喜欢的做。不仅如此，连饭都要亲手给我端到手上。我告诉她不用这样，我每天还照常上班呢，哪就至于这样了。跟个少奶奶似的，她却露出一脸慈祥的笑，嗔道：“我不是伺候你，我是伺候我大孙子呢。”她坚持要这样，李明也拦不住，只能由着她去了。许晶晶也表现得十分乖巧懂事，吃完饭就抢着去刷碗，一见面就满脸带笑：“嫂子，你需要我干啥？可一定要说呀，千万别客气。”我哪有什么用得着他帮忙的，但他能有这样的姿态，我到底还是很感动。当天就带他去商场买了条800多块钱的连衣裙，婆婆连连夸我这嫂子做得好，家里意外的一派和谐。也许是我想多了，婆婆他们住过来半个月后，李明单位派她出差，大概要走10来天，她不放心我，不太想去。我安慰她，有妈在，你就放心去给宝宝挣奶粉钱吧。可李明出差第1天，我因为加班晚到家1个钟头，发现婆婆竟连饭都没给我留。她一摊手，一脸无辜道：“
哎呀，我以为你自己在外面吃过了呢。我的确忘了告诉他，自己要晚回来一会儿，没留我的饭，也不能怪他。我无所谓的笑笑，给自己订了一份炸鸡，一份营养粥，外加一份牛肉饼。正吃着呢，婆婆忽然走过来道：佳佳，刚才晶晶也就随便吃了点，要不你分给她点吃？我有些惊讶，我一个孕妇，没人关心我究竟有没有东西吃也就算了，还好意思跟我抢。见我盯着她看，婆婆理直气壮地道：这么多呢，你又吃不完。我不是心疼这点东西，是她说话的口气让我很不舒服。其实直到她这句话说出口之前，我都没多想，而现在我却不得不开始怀疑她的动机。这是趁我怀孕，李明又不在，想借机拿捏我呢，那他可找错对象了。我把桌上的外卖往自己这边拢了拢，淡淡一笑：妈，你忘了，我现在吃啥吐啥，可前面吐了，后面还得勉强吃，要不可就饿着你孙子了。婆婆干笑一声，也是哈，看我这老糊涂。临睡前跟李明视频，她忽然问我：媳妇，听说你一个人吃独食了，怎么了？没想到婆婆居然颠倒是非，压根没提没我饭的事，只是埋怨我只顾自己吃，都不知道让一下别人。那啥，晶晶是客人，又是我表妹，你好歹客气客气嘛，要不我妈面子上下不来。我冷笑一声，给她详细讲了事情的始末。李明惊讶不已，回头我跟我妈说一下。她咋这样啊？我不想多生事端，算了，后天就是周末了，我不行回我妈那边住几天。李明叹了口气，我安慰他安心工作，不用为这些小事操心。第二天早上，一推卧室门，一股浓重的韭菜味儿扑面而来，我一阵恶心，冲进卫生间就是一阵狂吐。出来后，一眼瞥见餐桌上摆着一盘热腾腾的包子，瞬间就又是一阵恶心。自从怀孕后，我许多东西都不能吃，尤其是韭菜，隔老远闻见都会犯恶心。婆婆明明知道，却还买韭菜包子回来。她喜欢吃我没意见，可她完全可以在外面早餐摊上吃完再回来呀。哎呀，忘了你不能闻这个味儿了。婆婆假惺惺地道：我算是长见识了，在此之前，我还从来没见过这种两面三刀的人呢。我连早饭都没吃就出了门，婆婆追到门口喊：吃了饭再走哇！吃个屁，有我能吃的吗？还装。电梯门关闭的那一刹那，我听见许晶晶忽然说：二姨，别喊了，她老吐，弄得我都没胃口了，臭不要脸的，白吃白住，还嫌弃上我了。我跟着电梯下到一层，直接又坐上来，一进家门，俩人都吃了一惊。婆婆咋又回来了？我二话不说，直接把许晶晶的行李扔门外，指着门口告诉她：马上走，这里不欢迎你。许晶晶脸涨得通红，差点哭了。有钱了不起呀？有钱就能六亲不认欺负人吗？婆婆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我骂：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，骂我可以，骂我爸妈就不行。我一个耳光就扇过去。婆婆退休后练过太极拳，跳过广场舞，反应还挺快，堪堪躲了过去，一张老脸却吓得煞白。过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声嘶力竭地吼道：贱人，我要让我儿子跟你离婚！几通追命电话打过去，正忙着谈工作的李明强压着怒气问：妈，怎么了？家里是出什么大事了吗？你不知道我在工作呀！婆婆连哭带喊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儿啊，你老婆打我！许晶晶对着话筒帮腔：哥，嫂子打我二姨了。李明忙完工作就赶紧联系我：媳妇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真的打我妈了？
我一个字都没说，让他去看手机上的监控视频。他在那边看，我在这边胡思乱想。以前李明的确很明事理，总是帮理不帮亲，能客观地看待他妈与我之间的矛盾，并及时做出理性的反应。可这次不一样，我动手打他妈了，虽然没打到，但打就是打了，这是事实。我深呼吸一口，打字，你怎么看？我想立刻马上亲口向他诉说自己的委屈，但话语间强烈的情绪其实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。他爱我，我也爱他，我不想我们之间的感情就这么完蛋。李明沉默许久，看吧，我就知道是这样。我苦笑，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实在不行就离，趁孩子月份还小，这年头谁离了谁还不活了。他说他需要静下来仔细想想。我打字，好。许晶晶也请了假，婆婆坚持不让她走，她一蹦3尺高，叫嚣着说：晶晶你不用怕，这是你哥家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我无法置信，明明婚前曾那么温和慈善的一个人，现在怎么竟变成个标准的泼妇？是他擅长伪装，还是我自己因为恋爱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？李明会不会也跟他一样善于伪装？不会的，他之前都那么毫不犹豫地护着我。可他毕竟是这死老太婆的亲生儿子呀。所谓言传不如身教，两个声音不停在我脑袋里打架，谁都说服不了谁。我用凉水洗了把脸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一边啃饼干，一边仔细捋了捋。晚饭吃一半吐一半，早上一口都没吃，好饿呀！2包饼干下肚，终于没那么饿了。我心里也忽然豁然开朗，从婚前打着要照顾我们的旗号反对我们出来单过，到我怀孕后打着照顾我的幌子硬住进我的家。起初老太婆是想让我在她眼皮子底下生活，想用家长的权威牢牢将我压迫我一辈子。没想到李明作为明显的受益方，竟公开忤逆他，护着我。而现在他趁我怀孕，吃定我怕伤到肚里的孩子，不敢反抗，就又想借机打压我。之前他嘴里每天念叨的宝贝孙子，在他眼里竟成了他拿捏我的工具。去你妈的，想利用孩子拿捏我，没门儿！你自己没长辈的德行，就别怪我不给你起码的尊重了。我黑着脸直接去了客房，在婆婆跟许晶晶惊讶的目光里，把他俩的东西往2个袋子里一塞，一手一个袋子拎出家门。婆婆在背后大呼小叫：小心肚子里的孩子呀，小心你妈个头！你故意整我的时候，怎么不记得我肚子里有个孩子？还是说你是趁我肚子里有个孩子，身子不便，才故意欺负我？拿着你们的破东西，马上给我滚！许晶晶到底年纪小，有些发怵，缩到婆婆身后气都不敢吭。婆婆气得脸红脖子粗，抱着脑袋就出溜到地上。我不行了，我高血压犯了。晶晶，快给你哥打电话，让他赶紧回来，再晚他可就见不到我了。许晶晶赶紧掏出手机，我冷笑：你傻呀，你二姨都这样了，你不给120打电话，给你哥打电话，120快还是你哥快？你是不是想害死你二姨？许晶晶哆嗦着问。二姨，那打120？婆婆虚弱的吼。我死以前就想见我儿子最后一面。许晶晶越发害怕了，她其实也看出婆婆是装的，可人命关天，又不太确定。她在那边犹豫，我直接就拨通120。喂，你好，我这里有个病人快不行了，请马上派车到星号区星号路星号小区1601。婆婆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，见我盯着她看，又出溜着躺回地上，开始哼哼唧唧。120一来，
我就打发许晶晶跟着救护车先去医院。许晶晶慌忙道：“嫂子，我身上没钱。”我冷冷地道：“放心，我随后打车过去。婆婆当然没有任何不适，她只是心里严重不适。可她一口咬定自己不舒服，医生见她年纪大了，也拿她没辙，又看出是婆媳之间闹矛盾，便征求我的意见。我说，要是床位不紧张的话，就让她留院观察几天。医生松了口气，只能这样了。我交了3000块钱的押金，把行李扔给他俩，交代许晶晶，她可是你亲姨，你可得把她照顾好了。婆婆捶着床板道：“晶晶还要实习，总请假会影响实习鉴定。徐家，你是儿媳妇，你请假伺候我，反正你家又不缺钱，丢了工作也不打紧。”我淡淡一笑，该做的我都做了，至于请假伺候你，想都别想，自己才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说完这些，我拨开围观的病人家属，留下目瞪口呆的婆婆与许晶晶，直接扬长而去。李明出差回来就直奔医院，我怕婆婆恶人先告状，主动提出陪她一起去。一路上，她始终一言不发。这几天，许晶晶给婆婆拍了不少视频，视频里，婆婆虚弱地躺在病床上，神情落寞，时不时哼哼2声。许晶晶还在旁边解说：“哥，二姨被气病了，嫂子却趁机把我们赶出来了。哥，二姨说她很难受，很难受。她拿给我看的时候，沉着脸问：为什么会弄成这样？我沉默着，把之前在医院的录音发给她，建议她再看看后面的监控视频。不过之前家里吵得那么厉害，想必她早就看过了。一下车，李明顾不得理会我，马上就冲向病房。我晚到2分钟，我以为迎接我的会是狂风暴雨，没想到病房里却是一派宁静。婆婆拉着李明的手，隐忍地落泪：“儿呀，算了，妈就是一时说气话，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我离婚，你更不要跟佳佳闹。她怀着孩子，情绪不稳定，不管她做了什么，为了孩子，你都要体谅她。只要你们好，妈妈受点委屈也没什么。”李明一言不发，面无波澜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此刻冰山之下应该是即将喷发的火山吧。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平常嘻嘻哈哈，几乎从不发脾气，一旦发作却很可怕，就不知究竟要对着谁开火了。他一来，婆婆马上就要求出院，怕耽误她工作，出租车直接停在婆婆家小区外。婆婆看着许晶晶手里的袋子，又开始抹眼泪：“儿子，我好心去照顾她，咋就落这么个下场，还让人扫地出门了？”李明依旧沉着脸不说话。一进家门，他却忽然爆发，指着监控质问婆婆：“妈，你就是这样照顾一个孕妇的？”婆婆自知理亏，赶紧辩解：“她又没告诉我她晚回来，能怪我没给她留饭吗？还有，不能因为她不吃韭菜，别人就都不要吃了吧？”李明声音冰冷：“正常情况，你做饭不是总剩吗？怎么偏偏那天就做了个正好？”说着，他把视频一直往后退，直到婆婆出现在画面中。我注意了一下时间，是那天晚上我到家前半小时。只见婆婆拎着个塑料袋，鬼鬼祟祟地朝身后看看，然后把手里的塑料袋扔到垃圾桶里，还特地往上面又扔了一些别的垃圾。塑料袋举起的那一瞬间，视频停止播放。我有些疑惑，不明白李明这是想干嘛。仔细一看，我惊呆了，塑料袋里竟是小米粥和鸡蛋饼。我只告诉李明去看监控，自己却并没有看过。直到此时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宁可把剩下的饭倒掉，都不给我吃啊！妈，我没有冤枉你吧？
李明面色冷峻，看着婆婆的目光里都是失望。好好的日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是嫌我过得太幸福了吗？婆婆低着头嘟囔一句：再怎么样，我也是长辈，她不该对我动手啊。李明冷冷地看着她，许久才吐出一个字：该。说完就拉着我出门，刚走出门，又想起什么，嗖地窜回去，指着许晶晶道：你最好马上从我家搬出去。那天晚上，李明说了很多。他说自己从小看着妈妈一边工作，一边还要独自操持家务。爸爸除了工作，油瓶子倒了都不知道扶一下。妈妈经常跟他念叨自己的难处，说做女人难。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暗自发誓，以后一定要孝顺妈妈。如果将来结婚，一定也会善待自己的妻子，绝不会让她像妈妈那样受尽委屈。佳佳，我知道你当时想出来住，可我不忍心丢下她一个人，没想到会是这样。李明想不明白，明明婆婆自己吃过那些苦，为什么还要故意为难我？或许人和人真的很不一样吧。有的人自己吃过的苦，绝对不想再让下一辈人去经历，而有的人则恰好相反，他们吃过的亏，受过的罪，不让下一辈人再经历一次，他们就觉得自己吃了大亏。年底，我生了个8斤重的男孩，母子平安，婆婆要来伺候月子，被李明一口拒绝。自从那次的事发生后，她要求婆婆最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只要过年过节陪她回去一下，意思意思就行了。她偶尔回去，也是独自一人，坐一会儿就离开了。婆婆几次三番闹着要来看孙子，她都不理。我爸妈听说时，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。我妈心疼坏了，傻孩子，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都不告诉爸妈一声？我怕你们担心嘛。再说了，如果这点小事都解决不了，等你们老了，我怎么保护你们，保护好咱们这个家？我爸皱着眉一言不发。李明向他们诚恳道歉：爸妈，是我没照顾好佳佳，你们想骂就骂吧。我妈刚要开口，我忙示意她别再说了，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。既然李明能明辨是非曲直，又已经替我做主了，我爸妈就没必要再掺和进来。怎么说，那也是他亲妈，他能做到这个份上，已着实难得。幸福的家庭需要每一个成员积极付出，努力经营，只有互相扶持，互相体谅，才能走得更远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婆婆是老公的后妈，她得了肿瘤绝经，却以为自己怀孕。我帮她打点手术，术后护理亲力亲为。正当我庆幸带婆婆就医及时，她却在我的饭菜里下了老鼠药，让我七窍流血而死。临死前，我眼睁睁看着她双手环上我老公的脖子，语气娇羞：这个坏女人，害死了咱们的宝宝。再睁眼，婆婆抚摸着自己日渐圆润的肚子，问我老公是喜欢男孩还是女孩。宝贝，你是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呀？我是说喜欢弟弟还是妹妹。婆婆正和老公躺在沙发上，两人你一口我一口地吃着草莓。本来我还有点恍惚，听到这句话，我才真切地意识到自己重生了。婆婆看见我起来了，满面春光的脸立刻暗淡下来。小莹啊，我现在有了身子呢，以后这洗衣做饭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我看了一眼歪在沙发上玩手机的老公，丝毫没有替我说话的意思。您没怀孕的时候也没见您干过呀。婆婆愣了片刻，毕竟我上辈子可是绝世好儿媳，这种呛人的话，上辈子的我是绝对说不出来的。建斌，你看你老婆，你也不管管，真是有了媳妇忘了娘。婆婆还不到50，徐娘半老，偏瘫的公公对她更是百般疼爱。只不过婆婆每每与我老公说话，
语气都像是在撒娇。再加上临死前婆婆与老公的举动，我心里存了个疑影。抬手看了看表，已经9点了。往常这个时间，我都会去养老院看望公公。我头也没回地出了门，只剩婆婆摇着老公的手臂撒娇的声音。建斌，再这么下去，我和宝宝在家还有容身之处吗？放心吧，妈，有我在呢。听到老公的回答，我步子又迈大了些。2个人加一起凑不出一张脸皮。到了养老院，公公正由护工推着轮椅散步，我顺势接了过来。小莹啊，你其实也不用每天过来的，太辛苦了。公公还算个实在人，我们结婚时的婚房是他在婚前就赠予我的，是除了彩礼之外，他额外添置的一份。对了，你妈在家养胎怎么样？她时常打电话和我抱怨说身体不舒服，要不然你就少来我这里几次，多在家照顾你妈。我想起婆婆在家生龙活虎的样子，恨不得将上辈子发生的事情一吐为快。爸，其实妈她，我也知道你妈不容易，不到50就跟了我这个糟老头子，现下又怀孕了，我还不知道有几年可活。话到嘴边又咽下，公公现在这个样子，就算说了他也不信的。也对，上辈子就连我也是临死前才发现的。上辈子婆婆刚怀孕时，我就觉得不对劲，坚持要带她去检查。医生告诉我，婆婆的子宫肌瘤已经有癌变的趋势了，幸好检查得早，现在做手术还来得及。我当即预约了最好的医生来为婆婆做手术，怕病情恶化，我还花了不少钱将婆婆的手术日期提前。但这个老女人冥顽不灵，认为我在骗她，哪怕是检查报告都甩到她脸上了。你说谎，我就是怀孕了，你自己怀不上建斌的孩子，就嫉妒我怀孕。当时我以为是她气糊涂了，原来这句话背后还有另一层意思。刚到家，我就看见老公把手放在婆婆的肚子上，算算日子，差不多4个月了呢。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4个月前，婆婆半夜说做了噩梦，心口不舒服，一定要让我老公去看看。我困得要命，就由得老公去了。过了约莫1、2个小时，我起夜上厕所，发现婆婆卧室门缝还隐隐透着亮光。现在想来，大概就是那一夜的事。发现我进了家门，老公有些心虚地抽了手。怎么你回来也不吭声？到底是我没吭声，还是某人心虚啊？婆婆埋怨地看了我一眼，转头就趴在我老公腿上哭。自从我怀孕，小莹就对我鼻子不是鼻子，眼不是眼。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身若无骨，眼看着就要倒了。老公一把扶住了她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锅里还炖着妈的补品，等会儿不烫了，你端过来。说罢，就扶着大喘气的婆婆进了卧室。厨房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，像极了我死的那天。当时因为手术紧急，而且也不是什么大手术，就打算等婆婆手术结束了再和老公说。接婆婆回家那天，她破天荒烧了一大桌子菜，锅还炖了你最爱喝的玉米排骨汤，你去端过来吧，别烫着。那天厨房里也是这么氤氲，我甚至没注意到。2人看我背影的眼神染上了一层怨毒，直到我倒喝下那碗汤，口鼻开始流血，在2人冰冷的注视中倒下了，我才如梦初醒。我抓住老公的衣角，用尽最后的力气质问他，我这些年对你，对你爸妈，可以说是任劳任怨，为什么？老公将我的手踢开，握住了婆婆的手，而婆婆也含情脉脉地看他。我初中的时候，我亲妈就死了，在妈来之前，我的世界没有母爱，是她给了我母爱，而你
却杀死了他的孩子。彼时我已经痛得说不出话，心痛更甚于身痛。放心吧，建斌，我不会像你亲妈那样离开你的。至于这个坏女人，她害死了宝宝，她就应该偿命。我打了个寒战，既然你们不忍，那就别怪我不义了。仿佛记得在一个帖子上看过子宫肌瘤的成因，其中很重要的2条是肥胖和雌激素摄入过量。我反手下单了不少甜品和豆制品，正打算把婆婆的补品端进卧室。2人的窃窃私语被我听到了。你爸现在被你老婆照顾的精神好着呢，你不是说他活不过2年吗？再过半年孩子就要出生了，这个不难，你就安心养胎。那你老婆怎么办？我可不想和她分享你，到时候看她表现。如果他听话，就把他当个免费保姆照顾孩子；要是不听话，就让他净身出户。何建斌、徐霞，你们俩还是人吗？我真恨不得现在就冲进给他们一个大耳刮子。可是理智又告诉我不能这样做。等等，我记得我刚认识何建斌的时候，公公身体很好，那时徐霞也刚成何建斌的后妈。我们谈了1年的恋爱就结婚了。婚后第2年，公公查出高血压，有一次不慎摔倒，救助不及时，才成了偏瘫。我事后问过医生，医生说那一跤根本不严重，只是送医院送得太晚了。难道说这也是徐霞计划中的一环吗？她不仅想要钱，还想要一个年轻的老公。可她千算万算没算到自己怀的是个肿瘤吧。婆婆坐在床边美滋滋地喝着燕窝，抚摸着微微隆起的小腹。小莹，要不然你还是多在家照顾妈吧，爸那边有护工在，你每天来回跑也太累了。我微微一笑，这不是刚想睡觉就给我递枕头吗？好啊，毕竟妈现在正是需要照顾的时候，我作为儿媳妇应该的。你瞧，我还给妈买了不少吃的呢。我拿出刚刚的购买记录，婆婆忍不住往这边瞄了2眼，都是她平时爱吃的。哎呀，这燕窝好烫啊！建斌，你帮我吹吹。婆婆眉头一皱，把碗递到我老公跟前。好好好，吹吹，现在不烫了。我默默离开了卧室，我怕我吐出来。趁这个机会，我回了一趟娘家。我爸妈都是医生，虽然我没有学医，但从小耳濡目染，所以上辈子婆婆说自己怀孕时，我才察觉出端倪。我把手机里的录音，还有我听到的、看到的告诉了爸妈。我爸当时就拍桌而起，要拉着我去离婚。你傻了，现在离婚，咱女儿就白受气了，非得让这2个人受到惩罚不可。傍晚，婆婆又开始闹腾了，她在卫生间呕了半天，把我老公急得在客厅团团转。婆婆脸色发白，在我老公的搀扶下出了卫生间。都是我肚子里这个馋人鬼闹的。我原先怀我女儿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可我心里清楚，那根本不是孕吐，而是肿瘤越长越大，挤压到胃导致的。婆婆瞟了一眼站在一旁的我，这怀孩子的辛苦也不是人人都能体会的，我就没小莹那么好的福气了。我懒得和她吵嘴，反而捧起一块慕斯蛋糕和一瓶可乐递到她跟前。妈，你吃点甜的压压惊。不出我所料，婆婆拒绝不了甜食，3下5除2就消灭掉了。收拾好屋子，我刚准备关灯睡觉，隔壁卧室又传来咿咿呀呀的声音。建斌，我怕黑，我睡不着，肚子里的宝宝总踢我，好难受啊。小绿茶我见过不少，老绿茶我还是头一次见。我老公掀开被子就要往隔壁屋去，看到我上下打量他的眼神又有点心虚。妈的女儿最近失恋了，连带着妈心情也不好，我就过去看看。你先睡，合着我成新贵人了。不过新贵人可是苟到了最后一集呢，
隔壁又传来小声的低语：“有你陪着我，我就不难受了。你就是个小调皮。”二人这些不可描述的对话尽被我的手机收录，为了确保录得清晰，我还特意戴上耳机自己听了一遍。好恶心！半个月时间里，我除了去娘家的中药诊所看店，就是在家照顾婆婆，已经很久没去看过公公了。刚走到公公的房间门口，就听见里面一个尖锐的女声在叫骂：“老不死的，你拉在裤子上，让我怎么收拾？我看你以后也别吃饭了，省得我给你擦屎擦尿，还哭。你要真觉得自己是个拖累，就早点死。”我推门而入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如鲠在喉。半个月不见，公公原先圆润的面庞凹了下去，空荡荡的袖管里露出一截手臂，裤子上的排泄物散发出恶臭，头发也像很久没洗了，油腻腻的交缠在一起。护工见我进来了，嘴里小声地骂了一句：“不是说好不让人来看这老头吗？”护工离开后，公公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孩一样拉着我的手哭：“小莹，你说实话，是不是建斌他们觉得我是个拖累，不想管我了？之前照顾我的那个护工走了，换了这一个，我实在是熬不下去了。他不给我洗澡，也不推我出去散步了，怕我上厕所，干脆连饭和水也不给。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就连我一个外人看了这样的情景尚且不忍，何建斌作为他的亲生儿子，是怎么下得去手的？”我别过脸擦了擦眼泪：“爸，你别担心，我就是这2天忙着照顾妈来少了，养老院的人估计就松懈了。我待会立刻给您换一个护工。”听到我这么说，公公的抽泣声小了些。其实我原先身体还是挺好的，那会小霞刚和我结婚，天天缠着我带她出去吃好吃的，还总喜欢灌我酒。也怪我自己没自制力，他一撒娇，我就没辙了。我手里紧紧地捏着手机。公公是个好人，我不能任由2个人渣祸害他。可他现在的身体状况，我只能等他精神好一些，再慢慢和他说。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再发生，我在公公床头柜上留下了一个针孔摄像头。何建斌消息到灵通，我前脚刚踏进门槛，后脚他就向我提了公公的事。爸今天在养老院的事我听说了，都怪我，光忙着妈这边，养老院那帮人就是看人下菜碟。看着他气呼呼的样子，我不禁觉得好笑。听谁说的？我可是一条信息都没给他发过。大概率是那个护工给他通风报信了。何建斌看我没反应，又装模作样的挤出2滴眼泪：“哎，都是我不好，要不然还是把爸接回家吧。而且妈生小孩了之后，用钱的地方还很多，你照顾一个也是照顾，照顾2个也是照顾。原来在这等着我呢。把公公接回家了，照顾得不好，就全是我的过错。万一公公要是被他俩气死了，我还成罪人了。我可没时间管。对了，咱妈不是还有个女儿吗？让她闺女过来照顾她妈，省得你天天半夜还得过去陪着妈睡觉。”老公被我噎得说不出话，只能道德绑架我。妈的事先不提了，难道你就忍心看着爸在养老院受人欺负吗？他这是掐准了我心软，他赌我看不下去公公受欺负，一定会把他接回家。到时候公公要是横死家中，他就可以把罪责全部推到我身上，直接让我净身出户。你是他亲儿子，你都不管，我一个儿媳妇瞎操什么心？等会你把妈女儿的电话发给我，我和她说。何建斌拗不过我，黑着脸去了婆婆卧室。这些天经过我精心的喂养，婆婆的肚子大了不少，身材也发福了。同时婆婆发病的反应也更加明显，婆婆几乎是吃完了就吐，还时常感觉小腹坠胀。
何建斌有些不放心，想带婆婆去医院检查一下。查什么查？那些医院就会骗钱。我生我闺女的时候，什么检查都没做，她不也好好长到这么大了？而且拍片子那些激光会伤到肚子里的宝宝的。反正我不去。果然，低学历孕妇才是高危患者。老公拗不过婆婆，只得作罢。叮咚，门铃声响了。一个嚼着口香糖、种着浓密睫毛的女人提着2个行李箱来了。哎呦，我的宝贝闺女怎么来了？对于婆婆的亲生女儿，我上辈子知甚少，只是偶尔听婆婆提起过她有一个很有钱的男朋友。在叫她来之前，我特意查了查她，原来她是个18线擦边小网红。她那个所谓的有钱男朋友其实是榜一大哥。至于婆婆说的失恋一事，是她被那个大哥的老婆捉奸在床，账号也为此被封。昨天晚上我悄悄给她打了个电话，妹妹，你妈妈现在月份不小了，我这边实在是照顾不过来，对面人生冷漠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，我这不是听婆婆说你失恋了，我特意来开解你的。我公公已经承诺，等婆婆的孩子生下来，无论男女，都过户1套房子给她，再加20万营养费。公公的确说过要给婆婆20万，但没说过给房子。真的，我妈怎么没和我提过？我公公那人你还不了解吗？一向大方，把你家地址给我，我明天就到。他果然没叫我失望，狗咬狗的好戏要开场了。徐玲玲，我问你话呢，你怎么一声不吭就来了？我倒是想问妈，怎么什么事情都要瞒着我？婆婆面色不悦，毕竟在我家还没人对她说过重话。建斌，你看她，怎么我怀个孕，所有人都看我不顺眼，连我自己的亲闺女也是。徐玲玲看了看婆婆，又看了看我老公，妈，没想到你胃口还挺大呢，还想一箭双雕啊？我老公脸一下子挂不住，借口说公司有事，就急急忙忙地出门去了。婆婆也赶紧岔开了话题，闺女，你来看看，妈这一胎像是男孩还是女孩呀？女孩？说什么混账话呢？我肚子比别人6个月的大多了，肯定是个男孩。那你还问我干嘛？徐玲玲摔门进了卧室，婆婆不说我还真没发现，她的肚子又大了些。哎呀，我怎么出血了？这一嗓子把我和徐玲玲从房间里吼出来了。婆婆的内裤上确实有少量出血，我是不是要流产呢？妈，你别慌，孕期少量出血很正常的，不信你看百度，孕期有少量褐色出血确实正常。可是婆婆却是因为子宫肌瘤，婆婆还是有点不放心。小莹，你妈不是有个中医诊所吗？你去找她给我配点坐胎药来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保证给您拿最好的药。药方的事我交代给我妈去办了，她开的确实是保胎药，而且都是好药材。普通孕妇吃了自然对身体有好处，可对于子宫肌瘤患者，这些药都是补充雌激素的，只会让婆婆的病进一步恶化。第2天我就把药煎了，只是何建斌还有点不放心，你这样能信吗？要不然还是上医院检查检查吧。你可以信不过我，我妈那可是中医世家出来的，我家的中医诊所是1号难求。为了进一步打消她的顾虑，我把药方也一并给她看了。你若不信，自己拿着方子去医院问问。晚饭时间，气氛微妙，我和婆婆中间夹着何建斌，何建斌对面坐着徐玲玲。徐玲玲穿着前卫性感，经常在家只穿一个吊带，这就导致徐玲玲每弯腰夹菜时，低下来的领子正对着何建斌。婆婆虽然自认有几分姿色，比同龄人看起来年轻不少，
可她如今身材发福，更别提跟20出头的徐玲玲比了。徐玲玲再次起身夹菜时，婆婆拿起身旁的坐垫就往她胸口砸。别把你在外面那一套拿到我面前来。婆婆这是误以为徐玲玲在刻意勾引她了。徐玲玲更不是好惹的，她干脆把桌子一掀，汤汤水水洒了一地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在勾引你宝贝儿子？婆婆一改往日嗲声嗲气的做派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烂事。你在直播间怎么扭我不管，可这是我家，你给我老实点。何建斌有些诧异，一向柔情似水的婆婆也有这么泼辣的时候。徐玲玲自然也没想到婆婆会为了男人当面打她的脸。我直播挣的钱你没花，我那些烂事没有你在背后给我出谋划策，你现在想撇清自己了？没门！眼见着徐玲玲马上就要破罐子破摔，全盘托出了，婆婆马上又变了一张脸。好，是妈刚才太冲动了，乖女儿，妈和你道歉。主要你也是大姑娘了，在哥哥面前可不能这么没规矩。回屋把外套穿上吧，你想吃啥，妈再给你做。这功力，我就是再重生一回，我也学不来呀。没过几天，徐玲玲的账号解封了，她干脆就在我们家继续老本行，粉红色的氛围灯，性感的着装，还有配着 DJ 的热舞，不少邻居都以为我家在干什么非法勾当。何建斌大部分时候还是陪着婆婆睡，只不过偶尔也会借口说太累，在客厅沙发上凑合一晚。他对面便是徐玲玲在直播热舞，我知道她是装睡，婆婆也知道。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多久，婆婆和老公就爆发了一次巨大的争吵。那天徐玲玲直播到凌晨，倒在地毯上就睡，身上的主播服还没脱下来。而老公不知为何早上醒来时也在地毯上，二人这衣衫不整的样子被早起的婆婆撞了个正着。妈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这是晚上梦游，玲玲也是直播完太困了，我们什么都没发生。婆婆怎么可能听得进老公的解释？她一边捶我老公，一边去撕扯徐玲玲的衣服。你个臭婊子，臭狐狸精，谁让你来我家的？你给我滚！滚去找你那榜一大哥去！徐玲玲刚睡醒就被劈头盖脸一顿骂，还是自己的亲妈，她能忍？你自己心理变态，别以为谁都和你一样。我找大哥又怎么了？你和自己名义上的儿子厮混在一起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好鸟？还有，我和你的宝贝儿子，我们俩清清白白。至于为什么他宁愿睡地板也要和我挨着，那还得问问你自己。昨天怎么没留住他？徐玲玲真没让我失望。老公眼见自己的丑事就要盖不住了，连抱带扛的把婆婆带离现场。卧室里，婆婆一会儿要寻死，一会儿又嚎叫着骂徐玲玲。我就在一旁看着这场狗咬狗的好戏。徐玲玲倒是没有我想象中的生气，更多是难过。我妈年轻时候就这个德性，说出来不怕你笑话。我是个私生女，我妈一直对我的性别很介怀。她总说，如果当年她生的是个儿子，说不定就挤掉了原配。而且我初中就辍学了，我妈说上学没用，让我去做擦边博主勾引男人。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？徐玲玲瘫坐在地上，眼里一潭死水。你既然知道自己从前走错了路，就该及时掉头。只要还活着，一切都还有重来的机会。婆婆用肚子里的孩子要挟何建斌，让他把徐玲玲送走。二人虽然表面上恢复了平静，但内里已经出现了细碎的裂痕。婆婆这些天的状态越来越差了，我给她拿的坐胎药，她一顿不落地喝着，但是脸色却日渐苍白，身体也总是虚得没有力气。这天，
我从我妈的中医诊所回来，家里却一个人都没有。我心里隐隐有股不好的预感。之前放在公共床头的无线监控突然响起报警，识别到监控范围内有人求救。我打开监考画面一看，老公和婆婆两人正在公共房间，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。公公痛苦地在地上翻滚，眼看就要不行了。此时我已顾不得其他，立刻拨打了120，然后打车朝养老院奔去。坐在车上，我将监控画面时间往前调了一点。你以为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这个老残废的吗？这孩子可是建斌的亲骨肉，反正你也活不了几年了，不如就省点钱给你未来的孙子花呀。公公被气得喘不上气，只用发抖的手指着二人。老公也顺势牵着婆婆的手。从我妈进门第一天起，我就对她有种特殊的感情。你偏瘫住院之后，我们就在一起了，你干脆就成全我们俩。说罢，老公将公公的床单一扯，公公滚翻到地上，已经开始抽搐。二人见状，迅速退出了屋子，还用钥匙把屋门反锁。我赶到时，救护人员正在房门外。谁打的急救电话？确定这个屋子有人吗？敲了半天也不开，不会是恶作剧吧？我3步并作2步冲到医护人员跟前。里面的是我公公，他快不行了，现在只能破门。养老院的主任却执意阻拦。这个屋子里的病人早就被接回去了，你在这胡闹什么？我们还有其他的老人在休息呢。听到主任的话，救护人员气冲冲地转身要走，我只能放出屋内的监控。公公此时已经彻底晕过去，没时间了。救护人员确定这确实是屋内的监控后，几人打算撞门，却被主任一力阻拦。这门撞坏了，你们可是要赔钱的。我不知哪来的力气，一把揪住主任的衣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何建斌买通了你，要是我公公因为你的过失死在这里，你就是协助杀人，到时我一定会告到你祖坟冒青烟。主任终于悻悻地让开，1、2，撞，1、2，撞。公公已经被转移到 ICU 病房，我整个人精疲力竭，而何建斌和婆婆到现在也没出现过。此时我妈突然打来了电话，小莹，糟了，你快看！我妈转发给我一段视频，里面是何建斌和婆婆对我这个恶毒儿媳妇的控诉。我老婆为了我爸的财产，把他放在养老院不管不问，可怜我爸爸腿脚不便利，我每次说要去看他，我老婆都找各种借口阻拦我。我说想把爸接回家，他还朝我发了好大一通脾气。何建斌声泪俱下，一旁的婆婆也哭得梨花带雨。可怜我肚子里的孩子，马上就出生了，他爸爸却进了 ICU， 现在生死未卜。我们赶到的时候，救护车上的人说，老人独自在房间里昏迷很久了，都没有发现。这下子可引起网友们的圣母心了。这样的儿媳妇在古代可是要进猪笼的。天哪，该不会是这个儿媳妇自己生不出孩子，就嫉妒婆婆怀孕？不对呀，就算她公公死了，她婆婆才是继承财产的第1顺位继承人，她何必呢？偶尔有脑子清晰的发言，不过很快就被网友骂了下去。看来何建斌这是彻底打算和我撕破脸了。我在医院走廊熬到凌晨，终于等来了医生的消息。病人的生命体征目前已经稳定住了，但暂时还在昏迷。呼，我松了一口气，也终于可以腾出手摆弄那2个人渣了。我要放出一个惊天大瓜，把2人锤得此生不能翻身。第2天一早，我爸妈就赶来医院看我公公。公公刚醒，说话还有点不利索，看到我和我爸妈只会流眼泪。
此时的何建斌和婆婆还不知道公公已经苏醒，依旧在网上卖惨。我爸到现在还没动静，要是他出事了，我非得让陈莹偿命。还有不少脑残网友跟着他叫嚣，对，让他偿命。我微微一笑，不疾不徐地放出昨晚监控视频的内容。公公是如何被气到晕厥，如何被何建斌扯下床，二人又是如何反锁屋门，以及我又是如何带着医护人员破门而入。打脸来得太快，真相的不堪让那些愣头青网友们感受到了一腔热情被欺骗的滋味。何建斌和婆婆的账号很快被骂到注销，可他们的事迹已经被各大营销号在网络上疯传了。这才哪到哪呀？我看着手机里何建斌和婆婆的10几个未接来电，反手将他们拉黑。一段记录着婆婆和老公甜蜜小日常的录音也被传了上去，网络热梗就此诞生。你真是个小调皮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转发给我闺蜜看看，小妈文学现实版，让我从此戒了这类小说。让我意外的是，徐玲玲也帮我发声了，她承认了自己当小三的错误，也解释了自己的不幸童年导致自己形成了扭曲的价值观。更重磅的是，她放出了2年前婆婆劝她去给大哥做小三的聊天记录。做小三又怎么了？做钻石王老五的小三不比做穷人的老婆强啊？你也别嫌他老嫌他丑，你妈我还嫁了个残废老头呢。徐玲玲还放出了她给我婆婆的大额转账记录，基本上都是2万3万的赚。可婆婆仍旧不满足，还要让徐玲玲骑驴找马，再多傍几个，诸如此类，还有很多。徐玲玲毕竟是网红，一下子报上了热搜，婆婆的恶名也更加坐实了。公公又休养了几天，身体已经好多了。我一直住在病房陪护，我爸妈没事的时候就会来送饭陪公公聊天。今天公公塞给我2本房产证，小莹，这是我名下2套市区房子，被那个护工虐待之后，我就已经把这2套房子赠与给你了，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我是老了，但还没糊涂，可怜你受了这么大委屈，等我过身后，余下的存款我也会留给你。亲家公说什么什么过身不过身的，挺过了这一劫，后面就都是好日子了。我妈是明白人，终究害我的只是何建斌和徐霞，公公也是受害者。等你出院以后，就上我们那去住。你还没去过我们那小院吧？天天都是老头老太太打麻将。ICU 病房里很少能见到这么其乐融融的景象。不过有人就乐不起来了，急促的抢救声响起，我凑热闹看了一眼，是我那怀了9个月肿瘤的婆婆，想必这2天被网暴，她的精神压力也不小，所以一下子血崩了。何建斌在病房外自言自语，应该只是要生了，反正月份已经够了，再等我爸一死，我们就可以过自己的逍遥日子了。我如鬼魂一样飘到他身边，恐怕要让你失望喽。何建斌不解地回头看我一眼，主治医师气冲冲地从急救室出来。徐霞的家属是哪位？她肚子都胀那么大了，你是看不见吗？为什么到现在才送医院？医生，是小孩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妈不是已经足月了，要是没法顺产就直接剖吧。主治医生气得说不出话了。还是他旁边的护士替他说的，什么孩子？你妈肚子里有10几个子宫肌瘤，最大的那个已经长到30厘米了，而且发现的太晚，肿瘤已经癌变，现在只能先切除子宫，后续可能还要化疗。何建斌一屁股瘫坐在地上，什么？不可能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这不对。手术室内的婆婆听到了医生说的话，好好的孩子怎么会没有？都是你们这群庸医！我已经流血了，羊水已经破了，
过一会就开指了。你们等我把孩子生下来，要你们好看。医生把拍的片子拿给婆婆看，你的整个子宫都被肿瘤撑满了。你之所以会有呕吐虚弱的现象，是因为肿瘤压迫到了你的其他器官。如果你现在不切除子宫，你的命就会保不住的。上一世，我也是这么劝说婆婆的，她也如这般死活不认，就连取出的肿瘤都拿给她看了，她也非要嘴硬说这是未成型的胎儿。何建斌扶着栏杆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我同意手术，先保命要紧。经过长达9个小时，婆婆才从手术室里推出来，手术台旁堆着一堆肉块，血淋淋的。医生在婆婆苏醒后，把取出的肉块拿给她看，因为肿瘤太大，开腹手术没办法完整取出，只能切碎了再拿出来。谁知婆婆看到这些肉块，却像疯了一样。这明明是我儿子，你们把他分尸了。这是我儿子的手，这是我儿子的脚，我要杀了你们！最尴尬的是，婆婆前脚刚进病房，后脚公公就办理出院了。二人刚好打了个照面，何建斌虚伪地握住我公公的手，之前那些事都是徐霞怂恿我干的。爸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，不过像徐霞这么恶毒的女人，您还是早点和她离婚的好。她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知道徐霞得了重病，是个无底洞。公公离婚之后，钱还是他的。好啊，不过我有个条件，你和小莹也得离婚。我瞬间就明白了公公的意图，他是怕何建斌知道财产全归我了之后蓄意报复，所以要先让我们离婚。拿到离婚证后，我才真真切切有了重生的实感。不过线下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办，我拨打了律师电话，要以诽谤造谣以及故意杀人罪起诉何建斌和徐霞。还没等我把2个人渣送进去，何建斌就死了。原来是徐霞已经精神失常，他觉得是何建斌杀死了他的儿子，现在还要抛弃他，于是偷偷从病房溜回家，埋伏在床底，趁何建斌熟睡时捅了他10几刀，胸口都快捅烂了。听周围邻居说，他被抓获时满嘴胡言乱语，我没了子宫，没了孩子，再也没有男人会要我了，都怪你，哈哈哈哈哈！你就给我下地狱去陪你的儿子吧。徐霞因故意杀人被判了15年，不过她的身体状况应该连1年也熬不过了。她入狱后1月，我去看了她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得了肿瘤？是。而且我上辈子就是因为救你才被你杀了。原来你上辈子也是我的手下败将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笑着笑着，徐霞捂着剧痛的肚子，裤子上被血渍染红了一大片。我没有回答她，转身就走了。又过了1月，徐霞死在监狱里。我将这个消息告诉公公后，他闭眼默哀了一会儿。他是自作孽，不可活。不说了，我打牌去了。公公转着轮椅去院里找我爸妈了。和上一世的结局完全不一样，受害者不再无辜受屈，害人者得到了报应。我想，我也要奔向自己的新生活了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